嚣张至极，拜登扬言不许大陆收台，中国没有惯着，不到24小时就对美国打出一记重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近段时间以来呢，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的寻求与中方交流的机会，并希望安排一系列高级官员在未来几个月内访华，包括国务卿布林肯、财政部部长耶伦、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和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等人。而且呢，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呢也明确表示，虽然因为气球纷争中美关系转凉，但他认为两国关系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缓和迹象。不知道的人呢，或许会认为美国这是打算痛改前非，主动的对中国认错示好，从而呢改善两国的关系。但其实不然。要知道，美国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债务违约问题。美国财长耶伦下达的最后通牒，就是美国最早可能会在6月1号失去支付所有账单的能力，导致债务违约的后果。这样的背景之下呢，美国自然难以承受对抗中国带来的一系列的恶劣影响。因此呢，美国高官也在积极的通过自身的力量，保持沟通渠道的通畅，希望能够继续在对华的合作上获取利益。同理，拜登在此时释放对华友好的信号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其实呢，针对美方的多次喊话，中方呢早就有言在先，美国如果真的想要恢复中美对话，就必须要拿出足够的诚意，消除此前对华的错误政策和挑衅行径带来的一系列的不良影响。但遗憾的是，美国呢却把中方的话当成了耳旁风。就拿眼下刚刚结束的这期峰会来说吧，虽然此前在联合声明当中各国避免主动提起中国，但是呢，拜登还是在中方的底线问题上玩起了火。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扬言，如果大陆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单边措施，将会对中国做出回应。不得不说，美国真的是嚣张至极，一方面呢要求会谈寻求沟通，另一方面呢却又大打台湾牌，试图呢搞以台遏华的策略。这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，简直把美国的霸权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不过呢，对此中国也没有惯着，在拜登的威胁话语落下来还不到24小时的时候，中方就动真格的对美国公司出手了。根据相关的报道显示，由于美光公司产品呢存在较为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问题，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，我国呢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呢将会停止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。这对美国来说呢无疑是一记重拳。要知道，美光公司呢可是美国科技巨头，目前呢市值大概在5200亿人民币，去年1年在华的销售收入呢就高达33亿美元。这次美光产品没有通过中国的安全审查，就意味着美光今后基本失去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。在美国债务危机即将爆雷之际，这个消息对美国来说呢，就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不过呢，导致这种结果呢，也是美方咎由自取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而美国如果还不做出有力的改变，坚持继续对华耍两面派的话，不排除中方呢还会继续采用更强而有力的反制行动。所以呢，我们奉劝美国好自为之，以免得不偿失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